欢迎大家来到烽火照东南的频道。近期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卡塔尔足球世界杯。一个人口200多万、国土面积11532平方公里的中东国家，用2200亿美元的巨额承办费，震惊了整个世界，也让很多热爱足球的人们在密切关注世界杯赛程的同时，见识到了卡塔尔这个国家的豪气。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因为豪奢而青史留名的也有很多，比如刘备的老祖宗中山靖王刘胜，比如那位热爱艺术的宋徽宗，比如晚清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们的故事。从秦皇汉武到唐宋明清，华夏历史上从来不缺豪奢的王公贵胄。看过《封神榜》的朋友们可能还记得，那个纣王在一个大游泳池子里面出现的画面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鳞。商纣王本人因此被很多人当作是古代奢靡甚至昏暴帝王的代表。但事实上这是个大误会，由于受限于发展水平，商周时代不论百姓还是帝王都跟豪字沾不上边。那么中国古代真正的经济腾飞时期是在汉代以后，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，又历经文景之治，这才积累了不少财富，也让汉武帝刘彻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位豪气的帝王。史记中记载过这样一段话：京城之前累巨万，冠朽而不可校，太仓之粟沉沉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致腐败不可食。说的是京城聚集的钱币以亿计算，因为长期不用，穿钱的绳子都烂了。太仓的粮食多到只能露天堆积，直到放到腐烂。这就是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初国家的财政情况，也是汉武帝奢华生活的资本。元丰元年，汉武帝率领18万骑兵去封禅泰山，顺便东巡海上，直到碣石山。据说这次出行单旌旗一项就花费几万万钱，帛100万余匹。一眼望去，旌旗千里，这视觉效果想想都觉得震撼。到了太初元年，汉武帝觉得以前住的什么长乐宫未央宫不够大，住着不带感，便下令修建了规模超过未央宫几倍的建章宫，别名千门万户。你听这名字就能想象这个宫殿的大小。据说这建章宫光是正门就足有25丈，相当于50多米高。宫殿内设有1池3山，庭户殿宇上百间。汉成帝时候常与宠妃赵飞燕泛舟湖上，指的就是建章宫内的太液池。宫殿大了就需要人手，尽管汉武帝有名分的妃嫔就那么几个，可实际上他从来不缺女人，后宫女子足有7、8千人，比文帝、景帝前后加起来还要多。那么除了汉武帝本人，他的异母兄弟刘胜也不遑多让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边有关于刘备的介绍，经常会这样提及，说他是中山靖王之后。这个中山靖王指的就是刘胜。据说刘胜一生爱好酒色，每日都要临幸后宫。他的哥哥赵王刘彭祖就特别受不了他这个弟弟，经常训斥他，说他身为藩王，成天只想着花钱找女人，一件正事也不干。没想到有次刘胜立马反驳他说，朝廷派亲王就是来享受的。基于这个原因，刘胜用勤劳的一生为自己留下了120多个子孙。此外，最体现刘胜土豪一面的当属他为自己和王妃窦氏打造的金缕玉衣。根据记载，刘胜本人的玉衣全长1.88米，共耗费2498片玉片和1100克的金丝制作而成。而窦氏的玉衣则使用了玉片2160片，金丝700克。在那个全靠人力的年代，想要制作这样一件衣服，所耗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势必是十分惊人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刘胜生前生活的豪奢。说到豪奢，石崇是无法避开绕过的一位人物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太史记载了12则西晋时期达官贵人们豪华奢侈生活的小故事，其中有7则都是关于一个叫石崇的人。话说这石崇出身名门望族，其父石苞曾是西晋的开国元勋，官至大司马。石崇自己也曾历任荆州刺史、历官太仆等官职。
石崇之所以被《世说新语》大书特书，原因就在于他在担任荆州刺史的时候，依靠搜刮掠夺克伤百姓。他明面上是官，背地里是强盗。这个石崇呢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，成为西晋的巨富。据说石崇家的厕所十分豪华，经常有10多个衣着华丽的婢女站在那里服务。厕所里常年摆放有各式香料，以供如厕的人使用。客人们每次上完厕所，婢女还会为其换上新衣服，再让他们出来。曾经有一个叫刘石的人到石崇家拜访，中途呢便去如厕。到那里一看，竟然有2个华丽的美女手持香囊守在那里，身边还放着一张绛红纱帐围住的这么一张大床。这刘石见状，以为自己误入了石崇的内室，当即原路返回。没想到石崇却告诉他，那里真的只是他家的厕所而已。石崇和王凯斗富的故事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比如石崇家用蜡烛当柴火来做饭，王凯家呢就用麦芽糖和干饭来刷锅。王凯用紫绸绿绫做了个长达40里的布帐，石崇就用更贵的锦绣缎子做了50里。石崇家造房子用花椒捣成泥来刷墙，王凯知道了就叫人拿来赤石纸刷在墙上。晋武帝司马炎赐给王凯一棵2尺高的珊瑚树，王凯拿到以后，第2天就找来石崇显摆。石崇立刻取来更高更大的珊瑚树，让王凯啪啪打脸。不过咱们千万别以为石崇就是个有钱任性的纨绔富豪，实际上他还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、诗人。依靠财力，石崇曾在洛阳郊外建造了一个私家园林，名唤金谷园。他经常在那里宴请文坛泰斗们切磋文采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政治团体金谷24友。比如我们常听说的古今第一美男潘安，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的主人公刘琨，洛阳纸贵左思锋利的左思，都是金谷24友之一。那么50年后，书法家王羲之效仿金谷雅集，也举办了一场集会，名曰兰亭集会，这才写就了千古名篇《兰亭集序》。说来当时的王羲之还是石崇的迷弟，只要有人将他与石崇放在一起比较，他就会露出欣喜的神色。殊不知日后他比土豪石崇可要有名的多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朝代，海上贸易、陆上丝绸、往来胡商，都让那个时代诞生了不少商贾巨富，使得王公大臣的生活也都相当的优渥。用于代表财富的东西也极为特别。据说开元年间，有个在长安倒卖丝绸的小贩叫王二狗，每天起早贪黑卖东西，却只能赚些微利养家糊口。偏偏这天他还遭遇了盗贼，把仅有的那点钱也丢了。二狗感叹老天不公，随即想要悬梁自尽。不想这个时候，一个手持如意元宝的老者来到他的面前，跟他说：你本是大富之命，怎么能就这么想不开呢？你不知道淄州出产琉璃吗？说完就扔给二狗一个元宝走了。二狗听后也不上吊了，赶忙拿着钱就跑到了淄州，做起了琉璃生意。没2年就让他赚得盆满钵满，成为了长安首富。为感念老者，王二狗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元宝，从此呢，以长安巨贾之名流传后世。当时唐玄宗得知长安还有这么一个富人，便好奇的召他来问，说你家到底有多少钱呢？王元宝回答说：臣请以一笺寄陛下南山一树，南山树尽，臣间未穷。如果陛下让我用绢布寄您南山上的树，树都给寄尽了，我家的绢布都用不完。当然这可不是王元宝在吹牛，当时他住的房子的墙壁都是用金银堆叠而成，厅堂走廊上的栏杆用的都是名贵的沉香木和檀木搭建，最特别的还是他家后花园的这个小径，全部都是用铜钱当地板铺就而成，据说是为了防滑。不过除了钱以外，真正让王元宝名留青史的原因，还在于正是因为他的发迹，才让华人有了正月初5拜财神的习俗。说是王元宝发财之后念念不忘救他一命的那个老者，
由于对方一手持如意，一手拿元宝，跟庙上供奉的财神爷一个样，因此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商号，王家都供奉财神爷。每年正月初5商号开张这天呢，他都会早早起床到财帛星君庙去上头香。于是引来长安百姓的纷纷效仿，久而久之，连唐玄宗都开始在正月初5给财帛星君上香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习俗便被保留了下来，并沿袭至今。说完了民间，咱们再来看看唐代的王公贵胄。因为贸易的流通，唐人钟爱的奢侈品种类可谓五花八门。除了让王元宝发家的琉璃制品以外，彰显身份东西还有海外的香料和我们今天吃的胡椒。史料记载，唐朝人十分酷爱熏炉和香料，除了像王元宝那样用名贵沉香建房子之外，还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。有钱的贵族公子们还好组织聚会举办斗香，因此让香料成为那个时候极为昂贵的奢侈品。得益于发达的海上贸易，唐代的很多香料都是海外进口。据说当时从苏门答腊运来的龙脑香，每一曼纳的龙脑香售价就高达50法库，一法库就相当于1000个铜钱。以当时的购买力，1000个铜钱可以购买200斗大米，2两的龙脑香就约等于59吨大米。不少有身份的人都将这种名贵的香料制作成蝉和蚕的形状，当护身符一样佩戴在衣服的外面。当然，在唐玄宗李隆基眼中，这些都是比较初级的玩家。作为一个浪漫的帝王，唐玄宗的生活除了豪，更在乎雅。他以沉香为料，在皇宫内建造了一栋飘香的楼阁。这处楼阁的作用，仅仅只是为了召李白前来与自己饮酒作诗。对爱妃杨玉环更是一掷千金，从不心疼。以前面的龙脑香为例，名贵归名贵，但是这东西也分3、6、9等，其中最为极品的叫做瑞龙脑，除了入药可食用之外，香味还十分宜人。这样的极品自然是价值不菲，而唐玄宗一次就给杨贵妃送来10枚，这在今天看来无异于一位男士一口气买了10个全球限量的包回家。那么包治百病，谁会不喜欢不开心呢？除了唐玄宗和杨贵妃，像维温这样的皇亲和宁王李宪也都是玩香的高手。据说宁王李宪非常注重口气清新，每次出门见人口中必含沉香和麝香，用以给人留下好印象。至于维温，中宗时代呢，但凡大臣们举办斗香聚会，不管是谁拿来什么名贵香料，都无法赢过他所带来的特制香膏，几乎把这种奢侈的东西玩到了极致。此外，胡椒也是唐代彰显财富的稀罕物。史料记载，胡椒原产于南印度等地，唐代时通过海外贸易由波斯传入中国，因为运输困难，被唐朝的贵族们视为珍品，价格也水涨船高，被不少皇族视为财富的象征。据说公元777年，朝堂巨贪元载被赐死的时候，官府在他的家里没有搜出满屋的金银珍宝，倒是搜出了500两的钟乳石和800担的胡椒。800担约等于现在的48吨，3个集装箱都未必装得下，可见元载家里的财富之巨。有一次，名将郭子仪被召入朝，当时还是宰相的元载为了招待他，一顿饭就吃进去30万钱。由此看来，私藏那么多胡椒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论及豪奢雅致，在宋朝首屈一指的得属宋徽宗。公元1122年，北宋徽宗宣和4年，人们在南方的太湖里面发现了一块巨型太湖石。那位说了一块石头能有多大呢？我给您大概描述描述，这块太湖石高大约有15米，相当于现在的5层楼，需要100个人手牵手才能将其环绕。由于这块石头太大，人们专门为它建造了一艘大船，通过水路从太湖出发，被运到了千里之外的北宋首都汴梁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。沿途城市有桥梁、水门、城墙阻碍通行的，被一律拆除。
最终呢，在宋徽宗本人的授意下，这块石头被安放在了汴梁东北角的艮岳。宋徽宗专门为石头修建了一座亭子，并为之起了个响亮的名字，叫昭公夫庆神韵石。这样还嫌不够，又给石头封了个爵位，叫盘固侯。神韵石旁有2棵桂树，一棵高耸，所以叫朝日升龙；一棵横卧，名为卧云伏龙。树上挂满用玉做的牌子，牌子上面的字全部用金粉填写。耗费这么大人力物力才运来的神韵石，在宋徽宗亲自设计的艮岳园林中，只是众多景观当中的一个。艮岳的原名叫万寿山，在汴京内城的东北角。艮岳周长10余里，中心是几座人工的小山，山上怪石林立，古树参天，亭台楼阁，移步换景，珍禽异兽数不胜数。每一寸土地都经过精心打造，其中呢，遍布从全国各地运送而来的珍贵观赏石材。那么众所周知，宋徽宗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，而艮岳更是集中国皇家园林之大成。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物力，拆掉多少桥梁，毁掉多少城墙，都是次要的。骂钱不钱的，乐呵乐呵得了。艮岳的由来源自宋徽宗本人的对建筑和道教的喜爱。他在继位之初没有子嗣，一位名叫刘混康的道士告诉他，京城的东北角太低，需要垫高一些。宋徽宗照做之后，子嗣突然多了起来，由此一发不可收拾，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艮岳。然而就在宋徽宗为石头封侯的3年多之后，金人攻破汴梁，艮岳这个耗时6年时间，花费不计其数的天下盛景，最终被毁成了荒地。与其一同被毁的，还有那个盛极一时的北宋帝国。举全天下而奉一人，他一个人的日常开销足以与军费轻松匹敌。本期视频的最后一位人物，咱们来聊聊晚清最为奢侈的女人慈禧。根据慈禧身边女官德龄回忆，她第一次在颐和园拜见慈禧太后，就被慈禧雍容华贵的装束所震慑。当时的慈禧身着绣满红色牡丹的锦缎黄袍，头戴缀满珍珠玉石翡翠的发冠，发冠左侧垂着一条珍珠流苏，中间镶嵌一块颜色纯正的翡翠凤凰。最夺目的是黄色锦袍外罩着的华美披肩，整件披肩由3500颗鸽子蛋大小的浑圆珍珠编制而成。此外，慈禧太后的鞋子上也装饰了珍珠制作的小流苏，以及五彩斑斓的各色小宝石。再看慈禧的一双玉手，左右共佩戴了2只珍珠手链、1只玉手镯和几只宝石戒指。右手无名指和小指各戴1只8厘米长的纯金护指，左手的2根手指则佩戴同等长度的纯玉护指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慈禧的这一身打扮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到手指甲。慈禧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，夏天的时候每天洗一次澡，冬天2到3天洗一次。每次洗澡都要用掉100条毛巾，有专门伺候慈禧洗澡的4名宫女把香皂涂在100条毛巾上面，然后帮慈禧擦拭身子。每条毛巾只用1次，用过之后随即扔掉。慈禧对人奶有一种执念，几乎每天都要饮用。这些人奶的来源主要是由15至20岁纯正的奇人女性提供，必须是貌美生过3胎男孩且没有任何不良疾病才能入选为慈禧提供奶水。这些美丽的奶妈有40个称为作秀奶口，另外有80个是备用，称为点卯奶口。慈禧每天吃2次正餐2次小点，正餐每次100道菜，小点每次50道菜以上。每次餐桌上摆满各式各样名贵的大菜，煎炒烹炸各种小吃应有尽有，而且御厨每天都想尽办法变化菜品，有时也在民间寻找新的厨师，这使得慈禧的寿膳房厨师经常保持在50名以上。每一天光是吃饭的费用就可以让当时一户普通人家过上至少1年半的富足生活。说完了穿衣打扮和饮食，咱们再来看看慈禧的娱乐生活。
史料记载，慈禧太后一生热衷看戏，特别是神仙题材的戏剧，她尤为喜欢。那么慈禧自己呢，也曾带着太监宫女们玩过 cosplay， 因此宫中戏院为了配合她的爱好，也被打造成有升降幕布可以来回移动的多功能舞台。不管是神话中的天兵天将，还是神仙菩萨，演员们都能够借助动力飞檐走壁，活灵活现，堪比现在的 CG 技术。从这些生活细节就可以想象得出，慈禧太后每月的生活开销巨大，以至于她不主张打仗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维持自己的这种奢华生活。相传慈禧太后是珠宝的狂热爱好者，她死后陪葬的2个翡翠西瓜就曾是她的掌上宝贝。而且根据记载，慈禧太后的很多珠宝饰品都是通过美国珠宝品牌 Tiffany 公司订购而来，其中就包括这对翡翠西瓜。据说美国加州曾有一个碧玺矿十分的有名，很多产品都出口到了中国，慈禧太后就是那里的 VIP。 然而就是这么个闻名于世的珠宝矿，竟然因为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而被迫停产甚至关闭。说是慈禧养活了一个碧玺矿，一点也不为过。而这个矿直到2012年才重新被开发，距离大清王国横跨了101年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。纵览古今，不难发现，豪横一时爽，但奢靡的生活却并不可取。我们视频中提及的慈禧、宋徽宗、石崇、汉武帝，都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，甚至是祸国殃民。更何况像卡塔尔这种石油国家，人家花钱办世界杯也不是单纯为了炫富乱花钱，而是为了借助世界杯的平台，让全世界了解卡塔尔，进而成功实现产业转型，才如此重金投入。古往今来，成油节俭败油奢的例子有很多，咱老百姓啊，看着乐呵乐呵就得了。居家过日子还得是少荤多素日3餐，粗也香甜，细也香甜，新旧衣服不挑选，好也御寒，坏也御寒。感谢您的收看，烽火招东南主要分享有关历史、悬疑、传说、宗教类的内容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一类的故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